听说你最近一直走背字儿，不过对你老爹来说，那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黄叔叔，好多人都说之前我跟我爸关系不好，岂止是不好啊！你就没瞧上你老爹。没事儿，我也是有孩子的人。你是做孩子的，哪个不犯点错呢？只要自己心里明白就好了。就是不知道，如果记忆恢复了的话，我还会不会再变成以前的自己？不可能，你回不去了。没有任何人能回到过去。现在这笔钱对咱们来说是个惊喜，也是迄今为止咱们手里头最好的一张牌。那程岩疯了似的，是为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这笔钱吗？对吧？如果咱们把它封存了，那就是废纸一堆。但是，咱们如果把它当做诱饵，绝对可以达到引蛇出洞的效果。至少有一点上，咱们两个是达成共识的，就是程岩在龙华路案件里面是一个关键人物。只要找到他，秦队是好是歹，陈曦的幕后主使是谁，包括整个行动是基于什么案件，所有的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。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秦池的？我记得你之前很崇拜秦池。我现在只相信眼前。为什么崇拜他？我说的是之前，是因为他是刑侦系统里的榜样，是公安干警的楷模，纯爷们儿、真汉子，是个英雄，对吗？是因为他就是你想成为的那种人。秋楚，这可是你们队的专案调查，我查的又是我的直接领导上司，你说我是想当哪门子英雄呢？当英雄没有错，尤其是在我们这行，需要榜样。我就是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你了，具体这事儿怎么干，能不能干，还得看您。我明白，我去申请手续，接下来我们走一步看一步。就等您这句话了。这就是那孩子，他哥是死在你们手上的吗？很有可能是直接死在我的手上。他知道。看来已经接受了。不好说他现在是不是还认为，至少他已经接受你了。可怜的孩子呀，就剩他一个人了。9年前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是那么可爱，那么活泼，对父母死的事儿一点儿都不知道。案卷你看了吗？除了案卷上已经写的，我还有好多问题想请教你。你都看到什么了？根据专案调查的结果，9年前，陈曦应该算是初涉江湖，但是他的性格好勇斗狠，所以那个时候，一开始就算是在社会上闯得小有名堂。一个20出头的生瓜蛋子，能够迅速掌握资源和利益渠道，
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犯罪，背后一定有人支持。他背后这个人，我们一直没找到。您看，黄叔叔，这就是案卷没有写到的。根据现场勘验的还原来看，当时就在陈曦这一伙人风头正劲的时候，有一伙外来的势力绑架了他的父母。通过对尸体的追查，这应该是来自山西的一伙武装犯罪分子。这伙人长期流窜在吕梁、长治还有运城一线，参与黑社会械斗，实施武装抢劫，同时也贩卖枪支。鉴于这两伙势力在犯罪活动上具有竞争性，山西团伙跨省绑票，基本上可以指向一种可能：他们不是在争夺地盘，而是一批货。没错。所以，9年前的那天，发生在训练馆的那次火拼，起因应该是人质交换。确切地说，这是一次失败的人质交换。拉死我操你妈！但是比起结果的失败，我更觉得这场冲突来得蹊跷。怎么个蹊跷法？倒也说不准，总觉得这场枪战是突如其来的。老板，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？该封锁的消息出口，我差不多都搞定了。不过公安已经查到了那笔钱，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盯紧点，找机会。找机会干嘛？抢银行还是抢警察？出来混要搞明白一点，不到存亡关头，千万别和国家作对。龙华路那一次就够冒险的，好在阴差阳错，事情快过去了。您的意思是？200万是一个数目，换作是谁啊，谁都会心疼。不过花了这笔钱，只要没有其他的节外生枝和是非，是可以的。我明白您的意思。怎么了？想说什么？老板，我总觉得凡事有比较。这笔钱毕竟是您的，但凡是要有机会能把它找回来，总比找不回来要强吧？你有心就好，你先安排好陈岩的事，要低调一点。至于这笔钱，你看着办吧，能拿回来就算你的花红。谢谢老板。当年我一进入现场，这个问题就开始困扰我，那就是案发地点绝不是个适合埋伏和火拼的场所。训练馆都是高开的绿窗，半点也不隔音，
场馆内只有一南一北的出口，场地里全是器械，没处藏没处躲，进不好进，出也不好出。所以现场死了3个人，双方谁都没有时间在等到公安来之前把尸体收走。山西那伙人也就算了，陈曦这儿呢，可是亲爹亲妈呀。也许干他们这行的，都不是一般的冷血。陈曦嘛，因为父母被害，跟山西那帮人啊结了梁子，虽然一直没有传唤他，但通过特情和耳目的线报，了解到案发后不久，他就带着手下去了山西。他找到那伙人了吗？不知道，反正等我带着专案组赶到的时候，虽说有地方的警力协助，也没找到那伙人。自从陈曦去了山西，这伙人就像是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，活不见人。回来以后，我又陆续接到了山西同行发来的消息，说是陈曦一伙人接手了那群山西人的生意，成为了运城一线的新霸主。所以我相信，应该是死不见尸才对。肖大哥，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？你是说派出去的特勤，连自己的东家都不认这个事儿吗？没有。医生不是说他可能会贪。是。但是我觉得，他应该不是因为恨你，才一字不提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关队听了汇报以后，觉得这个姓彭的可能受到了某种威胁。就现场抵抗情况来说，这种威胁远比死亡严重的多。那如果说啊，咱们给他和他的家人足够强的保护呢？这话搁你信吗？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，结果谁想到他……哎，你说最起码的，他就不想把伤害他成这样的人绳之以法吗？小子，我和关队干这行干了这么多年，多么狠的主我们都铲过，每天受到的威胁比中介的推销都频繁，但关队秉承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全队上下所有人必须严格遵守。什么原则呀？谁有种呢，谁自己上。但谁也没有资格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勇敢。黄叔叔，本来这次请您来，是想了解一下当初案发冲突的起因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您和我一样也是不清不楚。我还有3个小的细节，想跟您咨询一下。啊，说吧。第一，当初双方为什么会选择综合训练场作为一个交换的地点？按说这个地方确实像您所说的，不适合埋伏和火并，作为一个多人交涉的地方，可以。但是，双方都选择在这个地方交换，是有什么便利吗？当年在这里值班的是体大因伤退役的一名运动员，姓袁，叫袁振国。对，他还有个弟弟，哥俩都是拳击运动员。我们查过，案发时，哥哥住院观察快1周了，弟弟呢，在巡天桥那边集训。
介于训练馆的门不是被撬的，那我们就推测，有人在袁振国住院期间偷了这把钥匙。一个废弃的训练园区，加上无人看守，算是比较合适的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他当时在哪儿？啊，他在采访小学念书，对发生的事情基本上一无所知。后来是陈曦告诉他，爸妈出门旅行了，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。每天呢，都有人到学校接他，给他做饭吃。后来我们追查到是陈曦付费，委托了一家家政公司。到了晚上，陈曦或者他的手下再把他接回家。那案发当天，老样子，家政公司的保姆说，那天他照常去接孩子，吃了饭，下楼在小公园里玩了一会儿，没什么异常。而陈曦呢，也没有派人对他进行保护，这也是我觉得事发突然的原因之一。第三个问题，据现场的勘验以及尸检报告来看，有一名嫌犯先是中枪倒地，而后遭到后脑补枪死亡。您对这种补枪的手法，包括射杀庞海的人，有什么了解吗？庞海后脑被补了一枪，这很特别吗？这一个疑点对我很重要。有什么理由让你对这个细节格外关注？齐耀寺、龙华路仓库、敌我双方，一共有9个人遭到补枪，所以我至少有9个理由要搞清楚，到底是谁补了这一枪。喂，你说？你睡了吗？没有，没到家呢，在路上。哦，你是在楼下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带他下楼溜一圈。你吃饭了？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。所以你找我？你助理今天到督察处去找过邱老师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他们俩单独聊的。还有吗？本来想看看你的身体情况，现在看来，我多余操这个心。天太冷了，你坐下，喝杯热牛奶吧。
所以，你是觉得我不应该把陈蕊留在这儿住，对吗？这是你的私生活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夏雨桐一直说我有社交障碍症，但是你的情绪我是可以捕捉到的。那你对那个女孩子到底是什么想法？她很特别，尤其对我，她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当然，我们完全没有男女之间的关系啊。我都说了，这是你的私生活，跟我没关系。我问你了吗？但是你恰恰是因为这个东西才不高兴呢，不是吗？我真觉得你还是昏迷不醒的时候比较可爱。你们还没谈完，外面太冷了，但我能坚持。你早晚得想办法安顿他，否则时间长了，人家女孩子会误会的。有什么可误会的？明摆着是两辈人。他哥还死在我手上。女孩的心思，你不懂。你觉得现在咱们俩算什么？你总会问这些我想不清楚的问题。714之后，从我醒了之后，我忽然发现你很好，所以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。那你觉得现在的你变得更好了吗？快去把那孩子叫上来吧，外面太冷了。进。秦队，您找我？你这2天去医院了吗？我去了，昨天去的，跟长风的兄弟们碰了一下，但是鹏鹏还是一句话都不说。对，长风的兄弟们分析，他应该是受到了很严重的人身威胁。如果想知道鹏鹏和他的手下在长风到底是被谁袭击的，我觉得只有2条路。第一条路，最简单最直接，让他开口。但是人家现在不开口，说明什么？很有可能鹏鹏跟这个凶手是认识的，而且确实有关联证据显示，这个凶手和9年前提到的这个案子是有关系的。所以就是第2个方法最重要，就是用我们现在的手段破掉9年前的这个积案，对吗？秦队，你说的这些我都完全赞同。鹏鹏呢，很有可能知道这个凶手是谁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他开口了，这案子就算是破了，对吧？那现在咱们的重中之重，不是应该让他打消顾虑，跟咱们合作吗？这是最近的一条路啊！你怎么不想一想，如果我们通过积案抓到凶手的话，1石2鸟，事半功倍。这个案子
它都不是咱们辖区的案子。这2个案子都不是咱们辖区的案子，但是鹏鹏是你招的特警。是，但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这9年前的案子，你对他有这么深的执念呢？因为你从来就没有仔细看看这些案卷。人家大夫可说了，他现在不能进食。本来也不是给他买的，那就是给我们买的呗。其实吧，你也不用特意买吃的，想见他就进去呗。我不跟着你。你吃不吃？不用了，不管你了啊。没事。你要是不想理我，没关系，我说，你听。从小到大，我就一直觉得，你和我哥一样，是永远不会倒下的人。无论我犯错了多少事儿，落到了什么样的境地，我只要找到你们，我就可以万事平安了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为了我这个麻烦精，你冒了多大的险，你干了多少受累的事情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防守啊，跑起来！哎呀，篮下保护怎么做的呀？啊，再来一次啊！秦老师啊，哎，您好，您好，之前跟您打过电话啊，是。当年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吗？
我们在此做一下记录。啊，当时啊，我们在那儿训练跑步来着。好，我知道。一会儿见。可能因为当年这个刑侦手段比较有限，但是专案调查，人家海港的兄弟还是真挺给力的。我们也不是去查人家专案调查这块的毛病。哎，我就事论事嘛。现在你看啊，当年被杀的除了陈曦的父母以外，还有一个叫庞海的，他隶属于山西某犯罪集团。当年专案组已经去查过了，估计现在陈曦已经把那伙人给杀光了，所以是条死路。当年附近的居民听到枪声以后，报了警。这个辖区的派出所在赶到之前呢，是最先通知的校保卫处，也就是说是保卫处的人最先赶到了现场，但是他们没有人敢进去。换句话说，那天晚上除了那两伙火拼的，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证人。现在陈曦一伙人也死了，也就是说，当年在场的除了这个神秘的杀手以外，所有的人都不在了，仍然是一条死路。继续查吧，总还有没有查到的地方。是啊，我现在也搞清楚，调查这个神秘杀手，不单单是为海港和长丰原案的问题，它直接关系到714那天晚上仓库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也许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陈曦的父母被杀了，但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都一直没有破，所以其实我们始终欠陈曦兄妹一个说法。是，但是这个说法好像也轮不到咱们来给吧？总得有人给。我下午3点要去找趟夏老师，你去我家一趟，去趟我那儿吧，把那个孩子接上，带他吃口饭。我不能离开你。胡队说了，工作时间我必须跟你寸步不离。而且您这身体现在这样，那孩子也老大不小了，你让他打个车过来不完了吗？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，但是他关机。不是，去看看。看你的样子，很疲惫，是工作累的，还是没有休息好？哎呀，就是手上还有些事情。没有什么评估吗？速战速决吧。不用做什么评估，我会建议终止你的工作。也许是之前有毒品渗入体内，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，甚至不排除是你颅内的伤情发生了恶化，出现了幻觉。你知道吗？在病理上，这接近于精神分裂。我的状况你不是1天2天才知道。我只是提供专业的评估和建议。你能不能继续工作，不由我来决定。仅就个人交往而言啊，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吗？离开。哪儿？离开所有的一切。你对胡一彪也是这个建议吗？陪吃，陪喝，陪聊还陪玩。哎，我突然发现这心理辅导是项福利呀。没办法，
你这个观察对象太难沟通了，我只能牺牲一些我自己的私人时间了。哎，你这句话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你对我是另眼相待啊？你我之间达成沟通信任最重要的基础，就是实话实说。再说了，这也算得上是对你另眼相待了吧？不是吗？成。尊敬的夏老师，您无微不至、如影随形地陪了我这么长时间，我还不清楚上面委托你到底想辅导我什么呀？上级委托的评估报告，我早已经有了结果，具体的内容不好跟你讲。不过可以告诉你的是，你的辅导期结束了。结束了？你是个好刑警。你喜欢你做的这个工作吗？我得啊。公安。这个嘛，就是个生计。生计可是有很多种。什么生计都差不多，你多受点累，其他兄弟就能轻松一点。你肯冒险，其他兄弟就会安全些。通过我自己的渠道，着实了个消息，在我们中间有了雷子的眼线。有人觉得是彪子，但也有些兄弟认为彪子是自己人，冤了他。要我说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现在就帮了他。可问题是，如果不是他，我把他做了，那真正的反骨子不还是藏在我们中间吗？马爷，你这说的我有点蒙圈儿，那应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今天在场的各位兄弟，只要你有辙，能让他认了，拿出他做眼线的证据来，我们就做了他。之前他所有的生意都归这位兄弟。哼，都不说，都想当老好人。行，我说，哎，但是马爷，我把话说前头了啊，我可不是为了彪子手上的买卖，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算证据了。但是这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？怎么个明摆着？就凭你拐弯抹角听来的那些消息，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的。这兄弟们可都知道，这些年您好几次差一点出事啊。去年年底，在邢台，咱们和古村的运输队开战；今年春节前，咱们在京港总站铲掉那2家个体户；还有6月初，在秦园东站，咱们抢回那批货。那次多悬呐！除了马爷您，咱们4个兄弟折了。哎，那几次可都是这个姓胡的打的头阵，和您在一块儿。哎，但每回出事的时候，还偏偏这哥们儿他就不在现场，真不是我撬他。对呀，我一直搞不清楚。怎么公安就扑得这么准？你小子说的对，那天你确实不在。话又说回来了，那天要不是你一路开着从港口把我接上，恐怕连我也被捂在里边了。我们预定的是在古城游乐园后师下手，
要不是对方临时改变路线，我们也不得不换在了秦原东站。可是知道这个路线的只有我和彪子，剩下的人都被公安收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